昨天有提到说，我想看到的剧本其实并不复杂哦，价格只要是能够先处理我们上周高点，在测试上个月的高点呢，基本上把目标把需要衡量的这些目标呢放到周线的空白区就可以了。哦，那昨天也是有点事情在哦，所以直播没开起来跟大家一起去见证。但是现在呢，回过头来去看哦，目前日线级别呢，价格几乎是完整的把这周我在期望的剧本已经走出来了哦。那么昨天的 K 线呢，可以看到收盘了以后呢，整体是拉了将近5500点左右啊，那可以说是在这周呢，该给出的表态都给出来了，但是真正让我开始停下来思考的并不是涨了多少，而是在填补到我们周线级别的空白区以后呢，价格留下来的这一个影线到底在暗示什么那如果说我把盘面放大，你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呢，价格昨天是经历了一波强势拉涨以后呢，最终在我们的周线空白区留下了这一根影线。那今天我就要来观察这根影线，它到底暗示着什么，或者是说在中时间级别到底隐藏了什么其他的线索是需要被注意的哦。那如果是说只从我们的结构来看呢，日线级别可以说是这一步走得非常之干脆价格确实成功脱离了我们原本的僵局一路呢推到我们上周的高点和上个月的高点所在的位置并且在昨天一波下来呢，直接是完成了将近5500点的拉升。那从节奏上来看的话呢，这周该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原先呢也一直在说底部这里所创造的支撑反应呢，是期望价格能有一波好的现象。那目前我们把这个视角呢拉回到这个结构内部来看呢，可以发现说，其实市场呢开始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高位进行这个周线空白区填补以后呢，在日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影线反应那如果是说你们有用这个均线来去衡量整体的价格行为呢，那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有一个100的均线那在这个100均线的角度，我们去衡量昨天整体上涨的这个力度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价格呢，在这个完成空白区域的填补，同时也在我们100均线的附近出现了受阻。那这个呢，更像是一次强力回补的首次测试，而不是一个完全被消化，可以继续直线推进的状态所以说接下来呢，我更关心的情况就是说不是这个价格有没有涨过头，或者是有没有拉太猛而是昨天这一根 K 线的内部呢，是否出现一些偏空的结构线索？那如果说我通过日线级别来去看这里影线的残留呢，那我会切到1小时级别来去衡量整体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目前呢，从1个小时的环境来看价格确实是成功的有了非常多的这个结构延续甚至是大结构突破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根 K 线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影线的存在？那就会需要回顾的不仅是周线空白区的填补，而是在中时间级别呢，它到底有没有去接近我们所谓的摆动高点那目前呢，回顾到我们的一个小时图我们可以看到说价格是卡在了这个位置。那我们随着左侧的位置靠近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价格呢，它虽然是没有走出了一个等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11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11月16号伦敦的高点价格是没有走到这里，但是价格呢是走到了我们11月17号的纽约高点。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它走到这个位置以后，我从整体的这个 K 线环境来看呢，我可以看到说它
即便是走到这个位置以后，它没有出现明显的猎取行为，也就是说，价格呢确实有到了关键位置，但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处理方式。那么作为接下来我会观察的一个条件在于，在1小时环境里面呢，它会不会出现说市场转变的结构啊？如果是说这个转变出现在随着我们大时间的 POI 哦，那我会衡量接下来空单的这个思路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下方一直出现了一个支撑，甚至是往上去靠近我们周线空白区的填补以后呢，其实如果说我们可以回到整体周线环境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当时出现的这个 FEG 呢，从这一根开始算起，一直到今天的填补呢，价格是经历了将近49天。那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原先下跌的力度开始衰竭了以后呢，出现震荡以后是要完整的突破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提到说，如果我们按照日线级别来去衡量呢，目前来讲它是做了一个首次测试回补到我们周线空白区嘛。那在中时间级别呢，可以看到说我们是看见了出现靠近过11月17号的纽约高点，但是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市场转变。那如果是说有用 FVG 或者是说有用这些大时间级别来去做对应的参考呢，那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偏见会产生有点差异哦。那从这个周线角度来讲呢，目前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是花费了将近49天。那从周线的角度来讲呢，我依旧还是会尊重缺口被填补的意义，同时呢，也必须承认说，填补之后呢，它同样会伴随着一定的诱惑。那么在这里呢，我不会着急去给自己下定论因为我跟你们讲过交易是不能够下死定论的，一切都需要随着整体的价格行为来去衡量我们的交易偏见那只要呢，刚才有提到说，在这个中时间级别比如说是在1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的这个环境来去看的话呢，那如果是说在中时间级别不断的整合更多的一些线索以后呢，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才会判断说大时间的POI 是否还具备一定的这个有效性那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说我的短线多单已经持续在有一个大幅赢了。那在这里呢，我也是已经减了一半的仓位我准备说剩下的仓位呢继续持有并且我的止损已经是拉到我的保单价了。所以说接下来呢，对于我短线进的这一笔多单我只会观察一件事情，也就是如果说价格它是没有在中时间级别出现我刚才所提到的市场转变位置的话，那接下来这笔多单呢，我就会看价格能不能够站稳在上周高点和上个月的高点位置我才会把原先这个周图原先周线空白区的这个中轴位置作为我这一笔多单最终的衡量目标那整体的情况来讲呢，也许这一周虽然刚才有提到是有一个很好的表态了有一波强力的拉升但是最终的根本它能不能够站稳我们高位并且突破了原先经历了49天的这个空白区呢，我才会认为说价格呢它是能够迎来真正的突破因为原先我在这个给大家分享我会去做这笔多单呢，我也是拿到了这个周线级别的一个中轴位置嘛。那在这里呢，其实为什么会拿到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因为中时间级别有去做一个进场嘛，同时呢，我拿到的衡量基本上是有存在一些这个重叠的位置所以说接下来呢，这笔多单依旧还是会持有，同时我也是基本上不用去害怕说如果接下来反转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是随着这个交易也是随着这个交易的这个价格行为来去衡量整体的一些思路，或者是说通过这些价格行为呢，让我能够得到其他什么线索来去衡量到底接下来会存在什么这个市场需求来去衡量整体的进场思路因为目前来讲呢，价格确实在这个
力度出现以后呢，它只是靠近了我们纽约当时的这个摆动高点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我想要确定这个高点是成功的被猎取呢，那一定是会伴随着市场转变的。那同时，如果是说伴随着一个市场转变出现在底部这里的话呢，那我就会随着原先大时间级别结合中时间级别的一些参考呢，会拿到日线角度的一些小时间级别，可能说会进行一些超短线的这个衡量但是呢，这一切会随着价格今晚可以一起观察一下它到底会出现什么在这个位置因为目前在这个位置刚才有提到了，它是一个非常之关键的点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在天图级别呢，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上涨。那在这个强烈的上涨以后呢，它是刚好第一次来到了一个测试嘛，所以说在这里呢，第一次的这个填补呢，它会存在诱惑当然，在这个诱惑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在进行一波回填以后去执行一个空单的话呢，那同时在这里的内部结构呢，吃到一定的这个摆动低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因为这个大时间级别，它肯定是会产生一定的反应嘛。那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那如果说价格的衡量呢，那我们肯定是会拿大时间级别来去做一些偏见嘛，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呢，目前虽然我看着这一波拉涨拉了将近5500点的一个 K 线收盘呢当然会是很开心的，对吧？但是呢，它能不能顺利摸到我最终的目标呢？这个目前还在观察中当然，我要期望它走到这个位置的同时，肯定是要做一定的安全措施嘛。我不可能说现在拉了将近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呢，自己没有去做额外的一些风险管理那今天的这个比特币行情呢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同时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一段分析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记得点赞搞起来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写下目前大家对这个行情的偏见不管是站在哪一边我都会带到直播间一起去验证的刚才前面有给大家说了，昨天这个有点事情所以导致这个直播没开起来但是没关系今晚一样的会放到整体的这个直播间，我们大家一起去见证到底市场在高位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呢，我这里是不带单不喊单的只做交易教育只谈这个市场给出的语言还有结构逻辑如果是说你想系统的拆解这些结构，那你可以在这个下方的主页或者是下方的链接直接联系到我那如果是说你发现自己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呢，总是在关键位置犹豫不决，那一样的也是可以直接找到我